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1982年3月，江西某地锁龙井上的8条铁链曾发生过一次断裂事故。当时管理层为了接上铁链，先后找了5名专业水鬼潜入锁龙井，没想到5个人无一生还。领导层觉得这是太过灵异，于是赶紧向749局求助。749局派来了3名高人，分别是老胡、老徐和小张。他们的到来直接为充满诡异色彩的锁龙井又增添了几分神秘。据当时目睹锁龙井铁链断开的游客称，他们在井旁闻到了强烈的腥臭味，有点像死鱼。然后经过短短几十秒后，锁龙井上的8条铁链就砰的一声断了2根，还差点伤到他们。锁龙井铁链断裂，这是非同小可，很快便惊动了管理人员。就在管理人员赶来的过程，现场地面开始发生轻微晃动，四周还刮起了阴风，令现场所有人都有点不知所措。不过还好，管理人员及时赶到，及时疏散了游客，关闭了大门。因为铁链断开而引发的地面晃动和阴风，大概持续了3-4分钟，之后就恢复了正常。管理人员确定警报解除以后，赶紧就向上面汇报，好找人过来把铁链接上。上面领导觉得一定是铁链年久失修，导致其与水面接触的部分锈蚀后断裂，这很正常。找个专业水鬼，工地主要负责打捞钻头的人，把井下的铁链打捞上来，然后让焊工重新焊上就行了。很快，上面找的水鬼就到位了。他叫老黑，44岁，老家是河南农村人，在江西这边的工地打工，平时除了干泥瓦匠，还兼职做水鬼，去各个工地上打捞钻头。水鬼是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，下一次井的酬劳能抵得过老黑好几个月的收入，所以他乐此不疲。当时和老黑一起去的还有他妻子陈淑兰，她主要负责帮老公拉绳子。老黑说他干这行已经5-6年了，不过接的都是工地的活，像这种下到锁龙井里打捞铁链的活还是头一次接，都是一样的。而且这井里的水比较清，没有泥，难度应该更小。现场管理人员对老黑说，老黑往下看了看，只见井里的水上面确实很清，但是下面就黑了，有些看不清。他问管理员，这口井多少米？管理员想了想，说大概有20多米。老黑摇摇头，他觉得凭自己的经验，这口井少说的有30-40米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老黑都很有信心，毕竟他最深的下潜记录是58米，60米是个坎，一般没人敢超过这个深度，否则危险系数直接翻倍。这口锁龙井再深，恐怕也不会超过60米。老黑这么一想，心里轻松多了，当即就跟妻子开始整理工具。穿戴好专业设备以后，老黑便缓缓走到井边，在妻子的搀扶下，他坐到井沿上，开始调整状态，尽量快点，不能耽误我们下午营业。管理员催促道。老黑冲他点点头，随即便潜入了锁龙井。妻子陈淑兰在上面一点点往下放绳子，表情显得很紧张。1米、2米、10米、20米，绳子在陈淑兰的手里一点点滑向井中，她的表情越来越紧张，时不时扭头看着旁边的对讲机，期待丈夫马上给她传递信息。直到陈淑兰手中的绳子即将放进对讲机里，终于传来老黑的声音：“不够，再放。”陈淑兰瞪大眼睛，一只手抓过对讲机，没了，绳子没了。
他们这条绳子一共50米，现在全部放完，老黑却还没有到达井底，这让两口子都有些郁闷。算了，我先上去。老黑决定上来重新换条绳子，然后再下井。陈淑兰于是开始往回拉绳子，可就在这时，他手上的绳子忽然一紧，接着就感到一阵重力将绳子狠狠拽入井中。陈淑兰猝不及防，被巨大的力道拖拽到地上，手中的绳子险些飞出去。还好他反应快，左手抓住绳子末端，右手迅速将绳子在手腕上缠了好几圈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井下的力道实在太大了，陈淑兰的身体被拽着继续往前滑，眼看就要被拽进井里。旁边负责监督的管理员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连忙跑过去替陈淑兰抓住绳子。怎么了？这是？管理员大惊失色。然而他刚抓到绳子，立刻也感受到下面巨大的拉力，就像另一头绑着一块几千斤的大石头，仅凭他们2个人根本拉不动。来人，快来人！管理员又喊来几个同事，大家叠罗汉似的聚在一起，拼命把绳子往后拉。井上与井下僵持了大概2分钟左右，只听嗡的一声闷响，绳子从井下断开，上面的人在惯性的作用下，一个个退出好远，全部仰躺在地上。只有陈淑兰顾不得震惊和害怕，再次爬过去拽起绳子。这次绳子那头变得很轻，她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绳子全部拉了上来。可是绳子另一头已经空空如也，她的丈夫老黑就这样被留在了井下。老黑，老黑，你在哪里？陈淑兰趴在井口，大哭着冲里面叫喊，可根本没人回应。她又拿起对讲机呼喊老黑，那头却死一般沉寂。管理员看见这情况，赶紧第一时间报警。民警赶到后，在现场勘查了一阵，给出的结论是老黑是被地下暗流给冲走了，人肯定是救不回来了。管理单位当时打算按照合同赔偿陈淑兰一笔钱，但是他不同意，说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否则他绝不罢休。单位领导经过商议，决定重新找一名水鬼，一来还是为了打捞锁龙井里铁链，二来是寻找老黑的尸体。不久后，一位拥有18年打捞经验的专业水鬼自告奋勇，表示可以打捞出铁链和尸体，但是报价却高得离谱。为了息事宁人，让一切尽快恢复正轨，单位领导最后同意了。这个叫阿水的水鬼是个云南人，已经58岁了。他号称下潜100米无压力。来到现场以后，他准备的绳子果然是100米。和阿水搭档的是他的亲儿子，负责帮他拉绳子。然而万万没有想到，上次老黑遭遇的诡异事件竟再次发生在阿水身上。他儿子为了求父亲，被绳子拖进井里都没有撒手。如果不是管理员及时拉住他，恐怕他们父子早就双双遇难了。如果说上一次老黑遇难只是意外，那么这次阿水遇难绝对是有原因的，否则不可能2个专业水鬼同时沉尸锁龙井。管理层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们首先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，因为一旦消息走漏，不仅会影响客流量，还会闹得人心惶惶，到时候问题会更麻烦。接下来，管理层派人跟阿水的儿子谈判，打算用一大笔钱让他息事宁人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改变了策略，打算放弃旧的铁链，重新焊一条新的铁链到锁龙井上。根据他们内部人员回忆，旧的铁链具体什么时候被安置上去的，还真有点说不准。而关于旧铁链的具体深度，
他们更是一问三不知。最后管理层拍板，把锁龙井上旧的铁链全部拆掉，统一换上新铁链，深度就设置在水下20米。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是为了便于日后维护，二是这个深度，一般游客很难看清楚铁链固定的位置，可以继续营造神秘感。说干就干，不过即便是水下20米，那也要专业的人员下去才行。但是考虑到铁链需要焊接，普通的工地水鬼肯定不行，要找专业懂潜水的焊工才能完成。这种全方位人才可不好找。消息发出去以后，来面试的人屈指可数，接连等了5天，终于有3个中年男人过来，自称会潜水、会电焊，可以完成这项工作。他们都是40来岁的年纪，据说水下电焊经验非常丰富，做这种活2个小时就能搞定。管理方很高兴，当场就让他们接了这个活。3名工人于是穿戴好专业设备，带上氧气瓶和水下电焊工具，然后便潜入锁龙井内。岸上的管理员心想，这次才20米而已，又能出什么事情？当大家都以为这次可以平安顺利的时候，意外却再次发生。只见锁龙井里的水顿时像沸腾了一样，开始咕咕往上翻，水中牵引3名技工的绳子也开始迅速绷紧，跟着剧烈摇晃起来。有过前2次经验的工作人员立刻大喊一声，赶紧把人拉上来。众人手忙脚乱地将3条绳子拼命往上拉，可是当拉上来以后，却发现3名技工已经不见了身影。老冯、老张、老赵，所有人都趴在井沿，冲井下大喊，然而却杳无音讯。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3名经验丰富的技工竟然在20米的深度再次发生意外。看来这口锁龙井不是一般的邪门，管理层这下彻底犯了难。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？未免也太大胆子了，20米的深度就敢兴风作浪，难道真跟那个传说有关？关于锁龙井，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传说：公元1600年，从北海苦寒之地逃出来一条蛟龙，来到本地开始兴风作浪，为祸人间。众所周知，远古时期的北海是一片广袤无垠、波涛汹涌的神秘之地。相传，北海居住着大大小小数之不尽的妖怪，比如超级妖王袁福通，他当年可以与文仲太师抗衡数年，连女娲娘娘的招妖幡都奈何不了他。而从北海逃出来的那只蛟龙，实际上其在北海众多妖怪当中实在排不上名号。蛟龙不是龙，也不是蛇，它的等级要低于龙族。二者在外观上的区别主要在于龙有角，而蛟没有。一些修行1000年的蛟或许会长出独角。其次，龙既可以潜入海底，又能遨游天际，但蛟龙却只能永远待在水里。可也不能小看它，蛟龙可以遇水，它所在地方经常会发生洪灾，原因之一就是蛟龙在暗中作祟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蛟龙都是邪恶的代表，并不像龙那样是祥瑞之兽。所以当北海的蛟龙来到江西这片地界以后，周围的老百姓就开始遭殃了，不仅连年遭受水患，甚至还要面临被恶蛟吞噬的下场。正当百姓们怨声载道的时候，一位叫许逊的修道之人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许逊，字敬之，豫章南昌人，东晋道士，和道家的张道陵、葛玄、萨守坚并称为道教4大天师。许逊的老家就是现在南昌高新区麻丘镇那个地方。他少年时代因涉路而悟道，懂五行通阴阳，
尤其喜欢道家的修炼之术。许逊36岁隐居南昌逍遥山，潜心修炼。西晋太康元年，许逊42岁被朝廷选中，出任蜀郡泾阳县令。10年后，许逊算出西晋皇室大难临头，于是提前向朝廷告老还乡，回了南昌老家。返回老家的许逊，听闻乡邻传言周围有蛟龙作祟，时常催动风雨洪灾，导致民不聊生。许逊于是决定为民除害，前去镇压蛟龙。经过7天7夜的战斗，许逊最终降服蛟龙，却并没有杀它，而是让人在城南打出一口100丈水井，将蛟龙囚于井中。同时，许逊又亲自监督，令人在井中建了一根被注入法力的铁柱，用以镇压蛟龙。为了防止蛟龙出逃，许逊之后又督造了8根同样被注入法力的铁链，分4面8个方向悬挂。铁链一端连接着铁柱，另一端垂入井中，深不见底。封印蛟龙那一天，许逊在井边念出法咒：铁柱若歪，其蛟在兴，吾当复出；铁柱若正，其蛟永振。后世人给那口井取了个名字——锁龙井。蛟患已除，许逊再次开始潜心修炼道法。他在西山建起了一座万寿宫，一直保留至今。至于那口锁龙井，许逊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异常，包括他后来羽化成仙，锁龙井也一直相安无事。只是没想到，在1000年之后的今天，锁龙井上的铁链居然会莫名断裂。眼看因为铁链的事情，已经有5名专业水鬼遇难，管理层不敢再轻举妄动，更加不敢再找水鬼轻易试探。这时就有人提出一种说法：会不会这所龙井里真有被镇压的蛟龙？否则那些下水的人莫名失踪，又该怎么解释？要不然找个专业的人给瞧瞧。有人向领导建议道。可是到底找谁呢？锁龙井铁链断裂，下水人员神秘失踪，这应该划分到灵异事情上去。而当时国内负责调查神秘灵异事件的组织只有749局，管理层于是便将这件事上报到了749局。749局第2天便直接从京城总部派了3名资深队员过来。他们是老胡、老徐和小张。老胡今年48岁，一条腿有点跛，据说是某次罗布泊行动中被神秘生物袭击所致。他留着标志性的山羊胡，脸色黝黑，表情严肃，不苟言笑。不过他却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队员，拥有丰富的灵异事件调查经验。其次是他的搭档老徐。老徐今年45岁，比老胡晚1年进入749局，也是一位通阴阳小八卦、懂风水的大师。至于年纪最小，只有28岁的小张，他本名叫张思红，寓意思念红军。张思红是一名女孩，也是上面特意指派给老胡的学生。别看张思红年纪小，而且只是个学生，但他的能力可一点不差。张思红拥有老胡和老徐都不具备的一样本事，他可以通灵。据说他从3岁那年就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这项能力越来越强。6岁那年，学校组织同学们去烈士陵园扫墓，张思红刚到现场没多久，就呜呜哭了起来。老师扭头一看，直接吓了一跳。只见张思红居然抱着一团空气，哭成了小泪人，一边哭还一边说话：“叔叔，我好想念你们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。”老师问他：“你在跟谁说话？”张思红说：“我在跟红军叔叔说话。”老师懵了，说：“这里哪有其他人？”
张思宏一指前面那些整整齐齐的烈士墓碑，这些不都是吗？他的这项特殊能力一直伴随他长大成人，直到大学。后来上面发现了张思宏的不寻常处，没等到他毕业，就给调到了部队大学。毕业后直接派到749局，并把他交给资深元老老胡来培养。这次前往调查锁龙井，上面特意嘱咐老胡一定要带上张思宏。张思宏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又能说会道。即便是老胡这种严肃派、脾气还不好的闷葫芦，也对张思宏格外礼遇。小红，你怎么看？站在锁龙井边，老胡眼睛盯着井水，嘴上却在询问张思宏。然而，出乎老胡和老徐预料的是，张思宏并没有回答，而是全程眉头紧锁，死死盯着铁柱上剩下的6根铁链。这时，老胡观察到张思宏的脸色好像不太好，于是走到他面前，关心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张思宏勉强摇摇头：“我头痛。”旁边的工作人员一听，关键时刻张思宏居然头痛，立刻就对他们3人有了意见。工作人员小声议论起来，还以为749局多厉害，这还没开始干活呢，就状况百出。我看也就是个忽悠人的把戏，还不如请我们村的风水师靠谱。这小姑娘这么年轻，一看就什么都不会，典型的花瓶。真不知道领导请他们来干什么吃的，字字句句老胡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于是他扭头对众人说道：“你们常年待在妖气这么重的地方，平时的生活一定很不顺利吧？”经老胡这么一说，几个现场工作人员立刻目瞪口呆。说实话，他们都是这里的老员工，虽然工资待遇不错，但他们的个人生活真的是一言难尽。5个工作人员里有3个都离了婚，其中1个虽然没离，但却早就知道妻子出轨的事实，只是为了生活，他选择睁只眼闭只眼。而另一个，妻子3年前生了怪病，一直卧床不起，和植物人没什么两样。除此以外，这些人的父母亲戚或多或少都有怪病缠身，总之各种不顺。我建议你们没事多晒晒大阳，抱抱大树，光脚到山上走一走，驱驱晦气总是好的。老胡随口说道。5个人被老胡2句话说得无比佩服，纷纷围上来想寻求老胡的进一步指点。可就在这时，张思宏突然大叫一声，扑通趴到了地上，哇的一下口吐鲜血。老胡顾不得他们，连忙和老徐一起扶住虚弱不堪的张思宏。下面龙气浑浊，有东西困住了地脉。是剪刀，有一把剪刀。张思宏断断续续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，别人听不懂，但是老胡和老徐却听得明明白白。这时，张思宏又喷出一口鲜血。我连接到了他的灵石，他要拉我下去。正说着，张思宏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锁龙井爬去，一直爬到了井沿。如果不是老胡及时拉住他，恐怕张思宏已经掉进井里了。怎么办？看来井下确实住着能量强大的妖物。老徐不无担心地问老胡。老胡盯着锁龙井看了一眼，看来要下去会他才行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看还是先向总部汇报吧。老徐拦住老胡道：“来不及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你照顾好小红，把这里的人都疏散出去，我下去看看。”老胡说完，从包里掏出一个红木盒子，打开是一枚白色珍珠样的东西。他把那颗白色珠子吞进嘴里，然后便在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和氧气瓶的状态下，直接潜入了锁龙井。现场工作人员直接就看呆了，
他们都觉得这个家伙不是去找死吗？别看了，马上把所有人都疏散到外面去。749局办案，谁也不许靠近。老徐扶着张思红，把其他人都驱离了现场。据说老胡所吞下的东西是一颗避水珠，可以有效替他避开水流的影响，让他在水里可以灵活自如、自由呼吸。很快，老胡潜入锁龙井下大概50-60米的位置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井下一片漆黑，但是老胡在特殊能力加持下，却可以将井下的事物看得一清二楚。他发现井水周围飘散着几十上百根白色的骨头，看形状多半是人类的。正如他所料，这些人骨正是之前那5名遇难者的尸骸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肯定不会腐烂，之所以会变成一根根白骨，多半是被什么东西给吃了。老胡继续下潜，来到了80多米的深度，强大的水压，换作普通人恐怕早出事了。不过对于身怀异能的老胡来说，他仅仅只是有点头晕而已。为了搞清楚真相，老胡并没有退缩，而是继续下潜。不久后，他就潜到了地下100米，相当于30层楼那么高。这时老胡发现他的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，可是锁龙井依然没有到底。往脚下一看，直接黑黝黝一片，就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。老胡被锁龙井深度所震撼的同时，也好奇之前张思红说的龙脉浑浊、地脉被困，还有剪刀什么的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正在这时，老胡感觉自己的双脚好像遭受到了莫名的冲击力，于是他又试探性地往下潜了几米。猛然间，一股巨大的力道直接将他推向右后方。以往的经验告诉老胡，他应该是遇到地下暗河了。地下暗河具有很强的流动性，可以轻易将人卷走，最后尸骨无存。老胡赶紧将身体贴到井壁上，双手下意识左右挥舞，试图能抓到一个借力的地方。这时，他一只手意外触碰到一根又硬又粗的东西，扭过头一看，居然是锁龙井断开的铁链。老胡大喜过望，立刻便忘记了危险，直接顺着铁链继续向下，直到他被卷入地下暗河。湍急的河水拼命把老胡往一个方向推，还好他抓着铁链才没被冲走。当老胡找到铁链根部的时候，他立刻就震惊了。只见铁链在暗河当中被上下交叉固定在上下两端的石头上，刚好呈现出一个 Y 形。普通人可能会以为这只是当初人们固定铁链的一种方式，但实际上在老胡看来，这更像是一种邪恶的术法。剪刀煞，剪刀煞是一种邪恶的风水格局，小则可以让人患病破财，中则可以让人3代积贫难富，重则可以破坏一方地域的龙脉气运，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影响。古人常用鹿剪房、见伤亡6个字来形容剪刀煞的危害，可见这种风水布局确实是十分恐怖的。而老胡现在居然在100米以下的锁龙井中发现了剪刀煞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大家都知道天下龙脉出昆仑，但是龙脉也分很多种，光是以山川分布命名的龙脉就有南北中3条干龙，其次还有以黄河长江为代表的水龙脉，而遍布在大地深处数以千万计的暗河水流则是水龙脉的分支。锁龙井下面这条暗河很明显就是一条水龙脉，可现在偏偏有人用铁链做了一个剪刀煞，不仅破坏了这条城下水龙脉，还间接影响了锁龙井和城中居民。因为剪刀煞的2片刀口是正好对准锁龙井当中的铁柱的，
难怪拴铁柱的铁链会断。老胡通过进一步观察，发现布置这个剪刀煞的方式，居然是现代化的膨胀螺栓加焊接工艺。这显然不是古人所为，也就是说，是近代有人偷偷潜入过锁龙井，然后布置了这个剪刀煞。看来布置剪刀煞的人是冲着全城百姓来的，可真是居心叵测。正在老胡准备拆掉这条铁链的时候，耳边突然听到急速的水流声。他扭头一看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游过来。老胡的第一反应就是鲨鱼，可是这锁龙井下的暗河里怎么可能会有鲨鱼？来不及思考，老胡拽住铁链，用力将身体游了上去，十分惊险地避开了怪鱼的袭击。老胡亲眼看见一条5-6米长、身体巨大且乌黑的东西从他脚下游了过去，具体是什么鱼，他不得而知。然而，老胡此刻并无心对付这条怪鱼，他只想快点破解掉剪刀煞，然后好上岸重新布置铁链。看来徒手解开铁链是不可能了。这时，老胡想到了自己随身携带的3颗手雷，那是预备在战斗时候用的武器。但是现在的情况，看来只能用手雷把剪刀煞给炸掉。想到这里，老胡便掏出手雷，将它们全部固定在铁链上。正当他准备拉引线的时候，刚刚袭击他的那条怪鱼又再次折返回来。老胡预感到这并非什么祥瑞神兽，搞不好之前那几个失踪的水鬼就是被他给吃掉的，甚至铁链就是被他给咬断的也说不定。老胡心想，与其留他在锁龙井里兴风作浪，不如把他一起炸了，永绝后患。打定主意以后，老胡不再犹豫，直接拉开3颗手雷的引线，然后便全力向上游去。3颗手雷一起爆炸的威力有点出乎老胡的预料，他只感觉井水像是被瞬间煮沸一般，咕嘟嘟涌现出无数的水泡，并伴着剧烈的冲击波。尽管老胡已经早有准备，可还是被冲击波给震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人已经躺在了医院里。他周围站着紧张不安的老徐和张思红，以及锁龙井的几个管理层领导。老胡，你可醒了？老徐上前一把握住老胡的手。要不是小红感应到你在井下出了事故，我第一时间下去救你，恐怕咱们就要阴阳两隔了。张思红也走过来，关切询问老胡：“老师，您没事吧？”老胡摇摇头，想了想，还是把在井下发现的问题151时全部告诉了他们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景区总不能一直关门吧？管理层的领导顿时着急起来。放心，井下的剪刀煞我已经破了，那条怪鱼应该也被炸死了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重新安置铁链，加固锁龙井就行。正如老胡所说的那样，出院以后，他和老徐、小张3人再次来到锁龙井，亲自主持并监督了铁链下井仪式。当焊工水鬼从井下平安上岸以后，大家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